那这次来到美国，我就想说，好像蛮多人都会想象自己美国梦，住在美国。It's done. It's over. You're on that street. 结束了，是不是 traffic？ 全程落赛都是对影片都是好事。哇，好赞哦！我觉得我在这边真的是被物价一次的，什么东西都好贵。最明显的优点，这边天气真的是太好了。我觉得综合评比下来，我会来这里退休的可能性应该是。想要搬到洛杉矶生活，除了要适应当地的生活步调、文化差异，还有饮食习惯的不同，最重要的是要先把英文学好。但是你可能会问阿迪，你现在都已经不教英文了，我要去哪里学英文？那当然就是 Amazing Talker。Amazing Talker 是全台港最大的1对1线上英语家教平台，全球有超过1万名专业家教，超过100万名学生。而且平台上的老师不只是帮你上课，很多老师本身就是母语者，或是在国外住过一段时间，想知道要怎么像母语人士一样自然的聊天、点餐、叫车，这些都能在课堂里学到。找老师的时候，只要到平台首页的搜寻教师，选择你想上的课程。除了外语老师之外 ，Amazing Talker 也有其他的专业家教，像是投资理财、程式设计、职涯辅导等等。使用平台的 AI 智能推荐功能，输入你想学的课程、学习目标，还有能够上课的时间，系统3秒钟就能够帮你配对到适合你的老师。我自己找老师的时候，习惯会去看老师的个人页面，看他的课程介绍，还有学生课后的心得评价。不管想要学什么东西，很快就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老师。每次报名上课也很弹性，可以一次只买1堂课，不用绑约。如果你确定的老师想要一次买很多堂，也会有相对应的折扣。那一样，我们可以到影片的资讯栏去领取新用户专属的$10课程兑换券。Hello， 我是阿迪。这次来到洛杉矶出差，主要就是为了跟奇哥一起访问《怪奇物语》的演员。在这个任务结束之后，我在洛杉矶有多预留几天的时间，想说，因为我们之前在新加坡跟罗马都有拍退休系列，就是透过拍摄去感受住在不同城市的文化啊、食物啊，整个生活的体验。那这次来到美国，我就想说，好像蛮多人都会想象自己美国梦，住在美国。那实际上住在这边，比起台湾会有什么差别？我们这次找的当地人是我认识很久的一个朋友，叫做 Donna。那他也是美美很好的朋友，因为他之前是在5分钟负责行销部门，然后现在他是转到了美国，然后负责 Press Play 在美国的经济部门，所以洛杉矶会由他带着我探索。不过今天其实是我在洛杉矶的最后一天了，我已经待了5天左右。我们影片呢时间会先稍微回转一下，从我第1天到 LA 开始，到影片的后半段再来讨论住在美国洛杉矶的 pros and cons。好，那我们现在时间回到1周前。Hello， 你好。刘佩也不在 ，Eric 也不在，所以呢，我今天就是揪 Donna 出来。我是第1天，我就找你，为什么呢？因为他有车。哈哈，我们今天因为才刚到，然后我需要找一个人陪我度过那个时差的时间，不然的话我真的会在饭店里面睡死。所以我们接下来一个早上的时间看要干嘛？我们先去道奇的 parade。道奇 parade。因为他上礼拜你有看吗？你是没在看？我没有看棒球，但是我一路来我看到一堆人穿道奇的制服，或者是因为今天要庆祝，因为我们世界赛第1名。你们哦。你是 collective， 你们我们啊，我们是 LA 的，你们是 LA 哦。对，我大概上个礼拜才入坑。那你入坑在高点，你入坑之后马上就得冠军。我就是说了嘛，如果他没有得冠军的话，我可能会退他。那个 Dodger 是那个大谷翔平在，对。你这个场地真的不行。不是。我又不了解，我至少知道大谷翔平在 Dodger。Yamamoto 也在啊，他是最后投到那个胜利球那个双杀 double kill。所以他们 parade 是怎么样？会很多人吗？我觉得会，因为他们礼拜6赢的时候就已经炸掉，就是晚上大家都在那边出门嗨，乱飙车。上一次得世界冠军的时候，听说有人拿枪出来，然后听说有人死掉啊 ，so 这么危险，待会会有枪吗 ？I don't know， 真的天空上很多东西密密麻麻的，这是什么啊？这里也有。在转直升机转播吗？转播那个 parade， 这里都是 confetti， 他是不是我们是不是在跟在他们后面？真的到处都是 confetti 在飞。我们现在多大非常的紧张，我们快要到了，但是呢，我们看到路上穿着 Dodger 的衣服的人，他们都是往反方向在走，是不是已经结束了呢？毕竟我们也是塞车啊。对啊，那边有一群人。Do you know where the Dodgers parade is? It was right here. You missed it. It's done. Yeah. It's over. You're on that street. Oh, okay. They already got on the freeway and they went back. Oh, got it. Stadium.
All right, thank you. Sorry. 结束了，是不是 traffic? There was traffic. 我们应该是11点要到，我们12点才到，它当然结束了，我们迟到1个小时哎。浮沉落赛都是对影片都是好事，要这么绕塞，对，对影片都是好事。先去找你就已经开1个半小时。我们就是拥抱这一些改变。感觉他们刚刚有经过这里耶，你看地板上也都是 confetti， 你看这里也有管制。那我们第2个行程是要来开箱 PP 的美国首席经纪人的住宿是多么的豪华。我们瞎忙，当然还在懊悔。我们这样子开来回你应该在车上有2个小时，就是为了看那个 parade 没看到，没关系啦 ，OK 啊，我们影片记录下来啊，我们提供给观众笑料啊，我们其实还是有价值的。现在是台湾时间的快要5点了，我已经开始觉得很想要睡觉了。哇，好赞哦！啊，很大啊，很好啊。不是你在抱怨什么？你租金以外我没有什么抱怨。租金2500这样很 OK 吧？行吗？这个很 OK 啊，2500是这么大这个厅，你看这沙发这里哇，很漂亮。对，就是一个楼中楼，上面是床，然后完整的厨房，这样很大啦。你还有个这么大的，这个是储藏室更衣空间，也还蛮大的啊，也还蛮大的。大就是浴室最大。你刚刚在跟我描述说这边2500，然后很贵啊，然后楼中楼很小什么的，我在想象的是那种台湾的狭小的那种，可能就是不到10坪那种。是不会到那么小，但是就是你会想。你看这个挑高，77000，好，77000，是不是有点太贵？77000，是不是跟你说？我觉得6万块我可以。台湾6万你可以？6万，然后再就是比较台湾呢，在台北啊，在比较精华的话，租金6万这样子。有点贵，5万好不好？5万，5万可以，5万可以。你这边很直男你这是什么 configuration 啊？就是一个床垫就放在那边，就是没有任何，比如床头柜啊，或者是这种。这就是一箱油脂的飞机，在非必要状态下是不会买家具的。我今天主要的任务就是看你们能不能撑到7哥在饭店跟我会合，我在睡觉，然后隔天就是我们的访问。我们访问时间是下午就2点吧，还有8个小时，天哪！痛苦，之后才要煮饭给我吃。煮饭给你吃，OK 啦，你随便约啊。你在美国啊？我已经吃到了，我还没吃到啊。你回来台湾之后再说嘛。这附近有没有超市？我们来试试看，在这边做意大利面。有一些好突然，有一些事情做，我现在只是有点 desperate。我觉得它会有一个更好看的，就是说我们买的食材，然后你做过来，然后整个大食。没有，不可能，只要有食材，我绝对做得出来。我跟你讲，你这里有没有那个 scale？ 没关系，我有体重计，那个算 scale 吗？不行啊，食物的 scale。来，各位，我们的第3个行程，来他家附近的意大利超市买食材。我们来看能不能买到食材。它看起来很legit非常 legit 啊！parquet， 它还有 parquet 耶，这个超级 legit。它是一种很大很粗的意大利面。有100种对啊。它这里这个我跟你讲，这个煮出来还难吃的话，绝对不难吃，那就是你的问题，绝对是你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但等下我们话不要讲这么早，因为我不知道它这边起司有没有对，还有它的肉。这边它就是小小的店，但它什么都有。Giallo Questo Pancetta， 我想要找它是已经 grounded 的那种。I'm looking for pecorino and parmigiano. Do you have them already grounded? The pecorino I do. Okay.50 grams. Do you do that? 它这个已经帮我量好了，这样我就不用量，就倒下去就好了。因为我也没有 scale 能力。Guanciale， 这个是 the real thing， 这是猪夹肉，而且我多买一点，你之后自己在家里也可以做。这个很棒我觉得这个很有那种传统市场的感觉，它是用纸包啊，然后就上面就写价钱。我非常好吃的。你要讲几次？你要讲几次？接下来我们可以选这个你要什么面体。你选啊，因为它是蛋黄面，所以我们要选的面体是它里面不能加蛋的。这个也是bucatini，你想要吃面体是这个还是？这个好了，这个好，没吃过。没有，还用这种纸袋。我刚刚这样食材总共买了大概$30。这个真的是美国人的 lifestyle， 就是去买 grocery， 然后回家煮饭。
通常都是煮这道来把妹吗？肯定的啊，录完之后你就可以跟我说你有没有被拔到。我觉得它真的是给超过50 gram。但你平常都做50 gram 吗？对啊，它的 pecorino 应该是超过50 gram。你刚刚已经发下好语了。它压的它的作用是什么？把它合在一起，它就不会勾。哎呦！它的诀窍是，你不能用太热的水，所以它稍微冷却了一点之后，再把它加进来。哎呦，看起来非常好吃哦！太扯！怎么样？太咸了。太咸吗？有够咸。是因为那个肉吗？我觉得可能是那个这里辣的比较咸，然后加上它给我比较多起司，所以那个比例有点跑掉。餐厅的味道啊！超咸吗？我是觉得吃很咸的，咸到不行。完之后你就可以跟我说你有没有被拔到。但我觉得是气质太多，就是我吃过最咸的。要去看 Parade 没有看到，我们煮了一个超级咸的 caramel。我刚刚一开始是说你等下煮失败的话，这集会真的很好看。绝对是你这辈子吃过最好吃。我不是说最好吃，我是说最咸的。你听错了。我全部。我从最一开始都是说这是你吃过这辈子最咸的。我觉得我要突破这个咸度很难。我忙完之后，我现在有点。你忙了什么？我们去买菜，我们在那边切肉，我们在那边弄那个酱，然后在那边煮饭，这很忙那结果呢？我看的是结果，不是过程。结果就是很累啊，精疲力尽啊，而且还很难吃。没有难吃，只是有点咸。好累啊！起来，快睡着了。起来，我们还至少4小时。1、2、3、4，对，还要再4个多5个小时。天哪！好可怜。大家早安！因为这几天一直借用 Donna， 所以呢 ，Rob 就是 Pressway 的老板呢，跟我说我要帮他宣传一下他在美国的业务。你在美国在做什么？在做经纪人。经纪人，所以你现在在招募什么？北美的华人创作者，或者是在北美的创作者。讲英文的也可以。讲英文可以。我们现在就有一组是讲英文。如果你是住在美国的创作者，特别是如果你住在 LA 的话，可以联络 Donna，Donna 会 take care of you。IG 私讯可以。或他的 email 我放在这边。因为最后一天，所以把所有想去的地方都要去完。我们 right now 是要去吃一个早餐，是在非常漂亮的一个咖啡厅。这个车程大概是20分钟。过去这几天，因为待了大概5天左右在 LA， 都是在 downtown 这一区。然后其实有做蛮多事情是没有拍到影片里面去的，就是有见到 Donna 一些朋友啊，然后见到一个我之前在我的公司有上过班，然后他现在搬来 LA 工作的一个前同事，也碰到最近搬来美国读大学的黄蓉，然后拍了上个礼拜上的最便宜米其林那支影片。然后在这几天下来呢，我觉得我有统整出来在 LA 生活的感觉，然后还有所有的 pros and cons。我先讲 cons， 我觉得第一个最大的就是我不喜欢开车，所以在 LA 的话，你真的是没有车很难存活下来。我就会很依赖我的漂亮朋友 Donna， 因为会开车，就是必须要有车，而且有车就算了，在 LA 还很常会遇到各种塞车，对，然后是认真的塞，就是 LA 的天气有多好，这边车子塞车的程度是成正比的，没错。所以我觉得开车，我觉得是一个我很大的痛点。除了 downtown 之外，没有什么高楼大厦，都是个1、2层楼，然后它前面就会有一个超级大的 parking lot， 所有东西你去到就是去停车之后，然后再过去你要去的地方。你在路上是看不到什么行人的，你在路上会看到一些 NPC。我有其中一天
我走了1个小时的路，我就想说散步看看这个城市的感觉。然后当然会有一些怪人，但是也没有到大家想象的那么可怕。我觉得你要选对区啦，就是那个 Crypto.com Arena 的附近啊，我就在那附近这样子走，对吧？环境是还蛮脏乱的，到处都是垃圾，然后会看到很多的 NPC， 但我觉得。可能我是男生，然后那时候也是白天，所以我并没有觉得很危险。所以我觉得这是2个，我们先讲最大的 con。第一个就是车子的部分，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算治安吧 ，safety。好，那我们说着说着呢，我们已经上了高速，然后我们现在还有大概15分钟可以抵达我们的咖啡厅。对，这个就是 LA Experience， 停停走走的，对向也很多车。这个已经不是 rush hour 了哦，现在已经是早上11点 ，rush hour 应该是7、8点的时候。OK， 到了这间吗？哇，它好挑高哦，它里面是几乎2层楼。我们刚刚来到这边就开了20几分钟，加上塞车，然后还有停车。但这个是对他们来说是常态。哦，一进来就好香哦，因为它的整个建筑物是很对称的，这里感觉很像是那种。以前的老建筑物，然后重新 repurpose 变成是咖啡厅。你看这边都是以前老的建筑的架构啊，上面在做一些铁座。我觉得我这次来 LA 真的印象比之前好很多，特别是建筑物跟整个市容的印象。可能是因为我上次来，大多时候在外面都是晚上，然后都是在那种最 downtown 的地方。但这次就是看到很多很漂亮的建筑物，这里真的是很漂亮哎。好，我们东西上来了。2杯饮料，我找了一个看起来最罪恶的一个 pastry， 应该是 salted caramel， 然后上面有 pistachio 跟那个 pecan。我们这边要讲洛杉矶另外一个最大的，我觉得推力就是它的物价。我觉得我在这边真的是被物价一次的。什么东西都好贵，你在吃饭的时候，你能够找到$10以下的东西，都已经算是非常便宜了。像是我们上个礼拜的那个便宜米其林一样，我住的饭店，我也是觉得很贵了，一个晚上要$250，他们都觉得很便宜。所以我觉得你住在这边没有到很便宜，但是就是觉得就是很合理的价格，合理，对，就感觉你住在这边久了之后，你会被这里的物价同化。对，那当然你在这边赚这样子的薪水，可能可以 afford 这里的消费。对，但是我觉得如果是以一个要常待在这边，或者是甚至退休的选择的话，物价很高，会让它变得很不切实际，因为你能够用的钱的破是一样的嘛。你可能没有在这边赚钱的话，那你在这边住就没有到那么合理。我觉得没有在这边赚钱的话，确实不适合在这里生活。大家待在这边，主要可能也都是因为工作，或者需要读书。对，好像比较少人听到就是退休来这边退休的。我觉得这边的医疗系统，然后对啊，医疗系统不适合在这边。所以其实我的身体也不是很好，所以我不是很适合。昨天 Tony 才在讲说，他好像拔一个智齿吧，要不要3万块台币？我那时候就是我的智齿发炎，上个月直接飞回台湾。然后这个也可以讲到另外一个是食物相关，就如果你每一天都要外食是不可能的，所以你来 LA 住，你要很喜欢煮饭。也不是喜欢煮饭，你至少要，你必须要煮饭。就你买1个礼拜的 grocery， 可能你出去吃个1、2天就那个钱就没有了。真的，我会发现 grocery 真的疫情后已经涨了大概应该至少1.5倍。1.5倍，对，就是我以前 Costco 就是你认真这样买，然后你出来可能我觉得要到100，你都会觉得说哦，我今天买的比较多了哦。然后我现在就是真的可能拿个随便都100，觉得180，就是你一定超过100，通货膨胀是真的蛮夸张。好喝，我们这样2杯饮料，1个 pastry， 再外加小费，$28。他排队的人潮是从来没有停过的。可以吃甜的，但这个真的有一点太甜。太甜了。太甜。你在一支影片里面体验了你咸跟甜的极限。傻眼，它这个也是米其林这边米其林满天飞9。好，我们接着要到今天的第2站，然后来讲一下最明显的优点。这边天气真的是太好了。而且我来的这几天已经算是天气不太好了，就已经有那种重雾，然后有一天还有一点点飘雨，但就算是这样子，这里真的是太阳很宜人，然后就不会不舒服，很湿，不会黏，对，而且这边也都离一些自然很近。我觉得是 LA 啦 ，LA 有山有海。然后我们现在要去的也是一个最近新开的一个 Tesla Diner， 然后好像是全美只有这一家。
哦，然后可以进去看一下。哇，好酷哦！哎，它这边的这个建筑风格跟这旁边就停的都是这种电动车，感觉很像未来的场景哎，就不觉得它这个很像一个sci-fi电影里面的建筑物吗？这是要自己开的吗？哦，这个，嗨，哇哦，好酷哦！看这边的灯光跟整体的设计。OK， 这里真的很像未来场景。Fried chicken and waffle, hot dog。哎，我点一个 hot dog 好了，10块钱，不便宜哦。它这边连座位都很 futuristic。Tesla mission accelerating the world transition to sustainable abundance。它的这个盒子是车子，超可爱的。它所有的食物是装在 Cybertruck 里面的，超可爱。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很像太空舱的厕所。哦 ，Bumblebee 2022，这里的感觉很像环球影城，就好像你现在要去做什么 ride。OK， 哦，这个是它的顶楼，然后你坐在这边还可以直接有个超大的荧幕看，不管是电影或是卡通。上面也有一个 bar， 感觉他们可能会在这里办一些什么活动，比如说 movie watching night 什么的。我们餐到了，好可爱哦！我们有一大一小。对，打开是有一种虚空的感觉，就是里面东西没有很大。好，这是你的。我觉得这个就是聊另外一个优点，就这边有很多新的东西。然后你看啊，不管是任何的演唱会，也绝对会停在 LA。今天不管你喜欢的是什么，在这边都能够找到属于你的那个天地。对。然后新的东西都在这边开的时候，其实你也都可以有点像是 stay on top of everything。我觉得有点像台北了，那个地方一定会是其中一站。这个肉滚蛮好吃的。然后我昨天有问 Honey， 他觉得住在这边，然后在这边工作了3、4年，最喜欢的是什么？他说最有感的是这里的空间都很大，不会有那种被压到很挤，然后很窒息的感觉。物理的空间很大，是心理的空间也很大，就感觉这边的人不会 judge 你去追求任何东西，完全不会。你就可以 be yourself， 去一步一步打造出来你理想当中的生活。所以我觉得这个比较是心态上面的一个好处。台湾比较有一点点群居，大家每个地方都很近，然后所以可能下班就会约出去，假日就约出去。那这边就是因为你每个人离的地方都超远，然后我可能开车动辄就是30分钟、1个小时起跳，那就变成是我们其实很多时间你是跟自己想的，你想要干嘛？你今天就算婉拒一个邀约，没有人会觉得怎么样。那这样会不习惯吗？刚来的时候，就还是会有一阵子会觉得说蛮孤独，然后刚来可能也比较没有朋友，就是这边还没有一个自己的生活圈的时候，就会很仰赖要等台湾醒来的时间。真的。但是我觉得孤独感是反向的。如果你是一个很喜欢就是自己空间的人的话，你这边真的完全不会被吵。真的。你醒着的时间就是台湾睡觉的时间。对。我都是只有早上一起床会一堆讯息。对。然后那堆讯息回完之后，也没有人会再回我了。没有。对。它这个很明显就是想要做一个示范店。Diner， 因为它外面就充电的地方嘛，之后如果 Tesla 越来越多，或者那种电车越来越多，它可以盖在就是公路的各个地方，对，然后大家就在这边充电，然后吃个东西，然后再上路，有点像是加油站，对，休息站，所以就是会有这种酷东西在LA出现。好，现在 Donna 带我来一个 Netflix 的商店，超级酷的，我们来参观一下。哇，马上一个超级大的 Demogorgon。我跟大家讲，谴责这个人，他没有看过 Stranger Things。What？ 你怎么会没有看过？为什么会没有看过 Stranger Things？ 我喜欢一些就是这种我没有到喜欢。你看他就长得很怪，很有震撼啊！你看，这一整区全部都是 Stranger Things 哎，好酷哦！我觉得有很多可以买的东西耶。这只很可爱，它是什么？这只是它之后就会变成那一只了。那没关系。为什么人家那么可爱，干嘛变成那样？你看，超级可爱的 Q 版的 Demogorgon。我主要的目的是要来找明信片的，就是要寄给会员，特别来 Netflix Store 看有没有 Stranger Things 的明信片可以买。哎，这是明信片，还不错。你觉得他们会想要收到吗？这个好像我不知道哎，这个有一点太素了。这个它一张要5块钱，是我目前应该是见过最贵的明信片。对啊，这个我不知道哎，就是它太朴素了。它如果再特别一点，再 fancy 一点，对，或是再更多颜色，有点贵，因为我要买90张哎，我要花500美金再买这个。哦，
哦，也有那个K-pop Demon Hunter 的衣服。哇，它这个背景会动哇，你看它背景，哇，好酷哦！哇，这个转过来了，它变成是 upside down 的那个 Vanda 住的建筑物。真的是 LA 会有各式各样新鲜的东西啊 ，Squid Game 的也有。你要继续哦。真的好像是，哎呦，这个是 Eleven 的服装 ，Ghostbuster 的服装。好，我最后决定买这个可爱的 Demogorgon， 还有9张这边的明信片，所以等于是1/10的人会去收到这个。它的明信片还这样包起来，不错了，包装加分。好，我花了70块钱，拜 ，Thanks。好，我们的下一站要来买邮票，这应该是我来过最漂亮的邮局了。也是我来过 LA 的邮局，LA 邮局都这么漂亮吗？没有，这是我看过最漂亮的。哇 ，United States Post Office。哇，很像那个《哈利波特》里面卖魔杖的地方 ，Ollivanders 啊，这里可以打开来，里面是放魔杖。The wand chooses the wizard, Harry。它的那个天花板也很漂亮。完成，但像这些地方都已经一定要开车才能到啦，所以我觉得 LA 你一定要有车子才能够完全的 discover 这个城市。你一定要有一个有车子的朋友，对，漂亮的有车子的朋友，在 LA 的朋友，只要你有车子，你都很漂亮。你看这个就是为什么要保车险，哇，那个前面车子被整个撞到烂掉这边很常出车祸吗？我们昨天才又看到一个车祸。我觉得这边很少小车祸。哦，要都是大的，要都是大的那种翻车啊，然后整个烂掉，因为他们车速太快了。哦，我觉得是这样。我们刚刚在路边有看到有一个人就是举着那个 sign， 然后上面是写说 disabled vet， 然后 hungry plus broke 这样子的人，我也是在这几天看到蛮多的，特别是在比较忙的那种 intersection， 他就会站在那边，然后就举一个 sign， 然后他这样是真的可以拿到东西吗？我看过蛮多人给，我自己有给过。哦，你给什么？我就是可能我那时候有刚好去外面买东西，然后它的副餐很像薯条或者水什么的，你就给他一包薯条这样。我记得我那次是有一整份，然后我也不一定就一定要吃那个东西，所以我通常会问，因为通常你会问他说这是不是你需要的？可能像你吃薯条吗？就是你有想要这个东西吗？他想要的。他们通常都会说想要啊，水啊什么的。我比较少看到有人给钱，就是给他们食物。台湾也有游民，但是没有这么的明显。基本上它涵盖的区域很大，对，就你去到很多地方都有这样子。我们最后一站来到这个 Griffith Observatory，然后我之前一直就想要来这个地方，但它实在是在山顶，但是大家 Uber 感觉你要上下，你在这边还在叫 Uber 有点难，所以感觉一定要有车子才上得来的地方。它是一个观星台吗？还是晚上可以望远镜？哦，好，那它因为就建在这个山顶，所以你就可以一览这个洛杉矶的城市。刚刚有讲到天气这个优点，然后我觉得要再 emphasize 是说，就天气好，它能够对心情的影响。我觉得是比大家想象的还要大的，因为可能都住在台北，你已经习惯说时不时就是会下雨好几天啊，然后都看不到太阳。但真的一直都看得到太阳这件事情，然后它又不会热不会黏，我觉得对心情是有蛮大的帮助。非常大，就是这一次我心情不是很好，就是因为你把台北平常真的不是这样子。又回来啦，现在太阳很大啊，现在天气很好啊。没有，我以前都是万里无云。万里无云真的是很漂亮，你会觉得看到在台湾看不到的景象，因为那个整片都是蓝色的，然后那种照片拍起来也都很漂亮，真的有差。而且我觉得，尤其是如果你从台北来，你真的会觉得，天啊，原来天气可以这么好。然后再来另外有点像是我们这样上山，其实很快就可以抵达自然，就会看到很多自然景观。这边就是有山，然后有海，不管是 hiking 或者是 camping， 都有很多地方可以去探索。所以如果你是很喜欢那种大自然的人啊，很喜欢 go outdoors， 我觉得美国人比起亚洲人 outdoor 很多，对，他们喜欢往外跑，然后再来各种运动赛事也是，篮球、棒球 ，Dodgers 夺冠的 Dodger Stadium， 也就是在这边 ，NBA 对啊 ，Lakers， 就是各种赛事感觉都可以在这边。我们刚刚讲到的演唱会，就是 entertainment 的选项非常多，好，就是这个
这边有一条小楼梯，可以去看到望远镜。主要的 telescope 就在这个建筑物里面 ，Telescope Dome。哇，超大，好帅哦！晚上它这应该就会打开，然后可以开始观察星象。从这边出来可以看到非常清楚洛杉矶。Downtown 就是那边有 skyscraper 的地方，是 Downtown。这样子我在洛杉矶待了1周左右，然后探索了这里的生活模式。我觉得综合评比下来，我会来这里退休的可能性应该是20%吧。有到20，我以为是可能3%吗？这么低吗？甚至是0欸。没有，但因为它还是有它的优点，就不得不承认。我觉得就是来旅游，来旅游可以，对。但我今天如果我的情境是我要来这边过一长段就是休息的时间、退休的时间的话，退休，那我会觉得。就是没有到不可能，但是可能性非常的低。没有到不可能，没有到不可能。OK， 对啊，因为它还是有很多优点，天气、娱乐，然后这边的生活步调、空间，我觉得都是好的，也是我喜欢的。然后我不喜欢那些点，就问题出在我身上。如果我再更有钱一点，这些就都不是问题了。因为我 hire a driver， 对不对？然后这边的物价，对不对？开车，对啊，安全问题，你要选好的区，这个也是。不够有钱的问题，只要有钱，你想住哪里都可以。所以其实总归一句都是，对啊，我们的问题，对，这是我们的问题。对 ，LA 没有问题。感谢 Donna 这1个礼拜陪我在 LA 晃，我觉得这次来真的有更认识这个城市。发票，什么发票？我有帮你宣传了，你之后会开始签到美国的创作者了。谢谢。对，欢迎下去。好，那希望透过这支影片，大家也可以更了解住在 LA 是什么样子的感受。之后如果有机会去到不同的城市待比较久的话，再来拍这个退休的比较深度探讨的系列给大家看。好，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喽，拜拜。